引力光子。这个引力光子呢，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这个引力光子的，但是这个机器呢，我们早就生产出来的了。那么它这个也奇怪，为什么我们生产出来的比我看的这个姿势还要快？反正现在全世界没有人用这个引力光子来治疗的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我女儿呢昨天呢也给我辩论了就是这个观察者效应。观察者效应怎么可能？那么呢，我们就来研究讨论，到底这个观察者效应有没有效？那么这个双缝实验呢，当你一受到观察的时候呢，它那个光子就很乖的了，一个一个的排在一个缝里哪里穿透过去。但是你少了这个观察者，那个所有呢光子就乱了，可以走过2个缝的。现在要多做这个多缝实验，就是 multiple slit。那么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光子有了实验，有了观察的时候呢，它就进了我们现在的物理学的了。但是没有观察的时候呢，它可以用另外一种形态表达出来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也刚刚拍了一个做老师的，他是问题儿童的老师的。那么我说你上课的时候没有老师在观察这些学生呢就在哪里大闹天宫的什么都有，打架的有，骂的也有，大家都是很散漫的。那么老师一看到老师的影子一进来，所有的学生都要很安分守己的了那个Michael 你那个时候当兵也是一样，长官不在，没有人观察，那这四边的什么都有。一看呢长官来了，马上要监理还要立正。那么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人体我们呢有很多，我们叫一个例子就是自由基。自由基也是很混乱的，他们都是从哪个细胞里哪里跑出来从这个电子跑出来游离了，游离基就游离散荡，就破坏了身体的平衡的了。就是说你这个少了一个自由基，那个呢它呢就是去抢一个回来补充的了，就很混乱。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身体里面的混乱，因为没有受到观察，但是你一加上一个观察者，所有的自由基都要排列好的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一个人有病了，不单是癌症，其他的疾病，他这个自由基也是混乱的。那么呢，然后你是气功大师，你是什么什么大师的了？因为你一看这个自由离基那个负离子跑出来了，但是它排列好了。那么当你这个观察者，因为医生也是观察者，气功大师什么什么治疗师都是观察者，包括那个教皇那个佛教的都是。这个呢就是当他的观察者在的时候，那个自由基就很规矩的。但是这个大师，因为他是大师嘛，不是老是看着你的，那么你一走，而且又在造反了，又在哪里大闹天宫的。但是我们说你也是大闹天宫，因为这个双缝实验是用这个镜头来做的，来做这个意思。那么呢，我们呢就是不可以老是看着你给你一个观察者效应。那么呢，我们用一个镜头来代替我们的观察者，那么就人在你哪里，人在哪里呢？他呢就老是在观察你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用了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还是叫观察者效应。所以呢，观察者效应就是你身体
以生物电来说，就是游离基，那个自由基，那个 free radical。但是我们身体不单是有这个 free radical 的，那么我们身体呢还有，因为我们的理论是人体有3种能量，我们目前应用的一个是电子，电子呢就产生游离基，但是这个光子呢，这个呢就还没有人去的光子到处去跑的了，但是光子也是全身跑的。那么光子出现问题，它也需要一个观察者的。所以呢，我们的观察者不单单是这个电子，还有一个光子。光子譬如人体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联络是要依赖这个光子的。那么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脑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光子，那么这个光子会不会乱造呢？应该也是可以的。要是你的光子到处乱跑，也是像这个自由基一样。那么呢，我们也是要一个观察者对着这个脑，就是对着这个光子的了。那么人体呢，还有一个引力子，引力子，你看人体每一个地方，它的引力都不一样的。譬如有的地方骨质增生。有的地方呢就是切钙啊，骨质疏松。那么呢，骨质疏松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都是这个引力子产生问题了。那么这个引力子也可以像这个自由基一样飞出去。那么呢，骨头就少了这个引力子。那么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者效应，让它就是要回到骨头那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个观察者效应，除了这个电子，我们还有引力子和光子的这三个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够，一个人看着你还不够，可以扎一大堆的人来看着你。比如这个学生很顽皮的，到处是闹事的。那么呢，我们说有3个老师看着你这个学生，你还敢不敢动？一个老师不成，我要3个老师来做观察者。那么呢，你要是3个观察者的话，这个学生肯定要乖的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就用这个比喻来更加理解到底这个观察者效应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就是说，这个箭头怎么可以成为这个观察者呢？就是从那个 Emoto 日本的那一个科学家，意念可以改变水的结构。那么水是液体那么呢，这个箭头呢是晶体，晶体和液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透明的。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液体可以改变它的结构，那么这个箭头一样可以改变它的结构，水的结构的，和这个箭头的结构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箭头也可能带了有人的意识，因为意识可以改变水的结构。那么呢，我们推论就是说，意念也可以改变这个箭头的结构，但是这个实验还没有做出来对箭头的检测的实验，但是水的已经成功了。那么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盒子，一个透明的盒子，将水放进去，但是一个箭头，然后就肯定是这个也带有我们的意念的。但是意念有2个意念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那么负面的水呀，会可以改变的了。但是我们用正面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潜意识，我们这个童年疗法是集体潜意识是正面的，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人得到健康身体更加平衡和稳定。所以呢，这个意念就进了这个箭头或者进了这个水，那么呢，这个病人他里面的那个粒子的结构也改变了这个有没有道理？这个呢，就是我昨天跟我女儿讲的。然后他说这个你一说老师
看见学生。我说现在不是老师看见学生的了，现在很多马路啊，都装上这个录像的，你一看有录像的，你的车子都要慢下来的了。这个呢就是观察者效应。你要是装一个假的照相机在路上，那这开车的都是很规矩的，不敢的。其实呢，我们用这个镜头做观察者也有好多年了。这我们的理论呢已经是成功的了啊，帮助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用这个引力光子的理论能够解释更加容易了。老师，你现在我们说观察者，我们可不可以讲说宇宙这个宇宙，就说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宇宙，运行的这么有规律，都是照着一些轨道在运行，然后每一个星球各安其位，是不是有这个上帝这个观察者？它呢有两个争论性的东西，一个呢，我们的宇宙因为很有规律的，就是说有一个观察者，但是有的人认为是人本身也是一个观察者。所以呢，这个两个都是在辩论。这个量子物理学现在两个还在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人不要自大，人是不是被创造的还是进化的，现在还在争辩其实我两个都不反对，我说两个都是。一个是唯物，一个是唯心，两个是不可分割的。那个引力光子有什么是五维空间啊？我不大了解。因为它呢，我们生活在这个是四维空间的，那四维这个时间还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什么叫时间？还在争论，还没有办法用科学证实。那么呢，就是我们接受四维空间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的时候呢，它是有引力的。但是你飞上太空的时候呢，这个引力就小了，甚至是反引力的。所以呢，引力是一个能量，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你反引力的，其实这个引力光子就是反引力的，就是相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自己思考了很久的，因为它这个名称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反引力就是相反的，其实你去了反引力，生活在反引力的月球上，你的维度已经改变了，整一个人的维度，你看我一跳就是几丈高的，走路也没有这么辛苦。但是人的生长也变了，因为没有引力，这个没有缺乏了引力，这个骨头也不生长了，这个骨头慢慢的也消失了。所以呢，他生活在譬如一个星球是反引力的，你生长在哪个维度，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它呢就属于第五维的，其实这个第五维就是反引力，但是这个反引力很容易混淆的这个引力的。那么呢，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假如我们生活在反引力的星球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身体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推算当是五维的了。但是五维它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单是五维，它还是第五种能量。因为地球上目前宇宙呢发现有4种能量，一个是电磁能量一个是引力，还有一个弱核能量，还有一个强核能量。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引力光子能量了。因为引力光子它完全不受这个重量控制的所以呢，你这个引力它就跟这个引力相反
就不可以扎进去引力哪一边去的了，所以呢，它就是反引力。所以呢，第五维，但是呀，奇怪，因为我也一路在追踪这个反引力的啊，但是资料不够，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上网，因为我也没念过物理学。就是你念了物理学的人，也不一定想到这个五维空间的，也不一定想到这个引力光子的，所以那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走到了。这呢就可以完全解释我们的整一个系统。好，那么呢，昨天呢，我也做了几部这个，因为加州有2个像这个机器坏掉的送回来的。这个呢，就是原来呢我们的所谓的248机器啊。那么这个248机器呢，哪些人要 upgrade 要改装，那么呢我就加多了一个光子引力光子在这里了，加上一个黑旋风。那么呢它现在呢又多了一个信号，那个呢刚刚给那个 Fidelity 实验，他说一按10秒钟它呈现发热了。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呢，这个我们这个实验还是要做下去。好，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做1分钟，看看这个248反引力，就或者叫248引力光子机，也是248的黑旋风。好。那么呢，我们来做1分钟，看看怎么样。然后现在是1分半钟的了，看看那些人有什么感觉的。我刚刚睡着了。睡着了。那个最好的才1分半钟。诸葛强，你有什么感觉的？觉得发热。有发热的感觉啊。太给力了，大家我就可以上到头上，那个能量就从双脚这样慢慢上来，上到这里。那脚上也能量很多。在头上。对啊，好，王教授，你有感觉吗？我觉得很热，这样子。可能这个引力太大了。